Pro 3跟 Pro 4都有哪些区别？或者说，我仿佛看到了阿道夫·达斯勒先生手握着 Pro 4微笑的样子，没有说自己用到了 P 字头的材料，抛弃了半掌设计，碳柱覆盖全掌 ，U1 和 Pro 4的相似地方。嗨，大家好，我们 Max Report。本来这期呢，应该在北马结束之后，马上就给大家带来Pro 4嘛。但是呢，跑北马确实呢，身体有点小小的不适。你们现在听我嗓子呢，也能够听出来，可能我表现的并不会那么的亢奋，但内心绝对是火热的。OK， 那这期的内容也绝对够精彩。我们现在开始。我左手这张呢是2014年我参加北马的参赛号码布，那我右手这张呢是上周周末我参加的2024年北马的号码布。这一转眼10年那回头看看呢，其实还挺百感交集的。从原来那个还些许有些少年感的跑者跑成了现在的已经是北京大爷了。这10年的悲欢离合可能用悲欢离合有点不太恰当，但我目前也想不出什么特别更好的词儿了。就先用这个词儿，哪天我单开一期跟大家聊一聊。但今天的主角呢，不是我，也不是北马，而是我2024年参加北马所穿的这双阿迪达斯 Adizero Adios Pro 4代。通常跑完马拉松呢是要汇报一下成绩的，但其实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成绩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慢慢你们也会知道，能跑足矣。那快慢只是表象那当然我还是能快起来的，只是快不是我现在的重心。速度呢，其实对于跑步来说，只是那个整个大冰山上的那个小尖尖最容易吸引目光，但它也只是组成整个跑步的很小的一部分。那后边结合内容呢，我会带到速度或者比赛的表现。那下边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双在我看来已经锁定了2025年，注意你听的没错，就是还没有到来的那个2025年年度最佳碳板跑鞋。如果非要加一个前缀的话呢，就是2000元以内。2025年年度最佳碳板跑鞋 Adizero Adios Pro 4代。那先说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 Pro 3跟 Pro 4都有哪些区别，或者说 Pro 4都有哪些升级或提升。那先说一个你们最关心的，就是鞋面不用再担心磨脚了。那我实测整个一个马拉松下来，完全不磨脚，而且非常的舒服。那另外它一共有3个大的提升的方面，一个就是中底调教，那第二个就是鞋面的材质，刚才说了，一个是不磨脚，另外一个是更加的合脚。那第3个就是整个鞋身的重量减轻了，它还有3个细节点的提升。那第一个就是中底的切割，那第二个就是鞋舌固定的一个设计，那第3点就是外底橡胶纹理和材质的提升。那这个新的 Electric Pro 泡棉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全新的调教。那 Pro 3的中底已经被市场全面的认可，在推出的2年之中，我几乎是没有听到过有跑者抱怨过 Pro 3的中底。穿过的人都知道它的厉害，因为它兼具了回弹的速度和柔韧的缓震，尤其在全马的后程不会反向吞噬跑者，而是提供更多的辅助。那我们知道 Adios Pro 1、2、3代中底基料都是 TPE， 尤其是到了 Pro 3，TPE 已经被阿迪达斯调教的，无论从跑动能力还是给跑者带来一种柔软韧弹的舒适性注意，舒适性一定不要小视，这对于长距离的跑步来说，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再包括上下2层中底和中间的 Anti Roots 配合后的这种推进能力，使得 Adios Pro 整个系列的中底综合性能已经达到了基于现在的化工水平和人体工程学等等所能够达到的一个基于平衡的极限。对于专业碳板竞速跑鞋来说呢，绝对是一个 top 级别的表现。因为更多的竞速碳板跑鞋呢，会为速度牺牲很多东西，但 Adios Pro 系列从3代开始，在保持着顶级竞速的前提下，平衡性做得非常的突出。Pro 4代又把这个平衡性再提升了，那咱们后边会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Pro 3可以在市场足足打了2年零3个月才推出了 Pro 4代。当然咱们国内的跑者要等到1月份才能够体验到这双
Adios Pro 4代。那这双 Adios Pro 4的中底，阿迪达斯呢给我们交来什么样的答卷呢？那这张是全新的 Adios Pro 4的样子，那这张呢是我第一次上脚 Adios Pro 4的样子。你们对这个褶皱熟悉吗？如果你们不熟悉啊，我简直太熟悉了，因为2017年我就见识过它的能量。但阿迪达斯在官方资料和任何可查的资料之中，没有说自己用到了 P 字头的材料。但以我的经验来判断呢，这里边绝对有胚把。当然，主基料肯定还是 TPE。阿迪达斯混了多少胚把进去，咱们不知道。但以我的经验来判断，比例应该不低。因为 Pro 4的中底悟性一点都不像 TPE， 和胚把更加的接近。上脚之后，这个感觉就更加的明显了。那这里我不得不吐槽一句啊，就是有些品牌可能混了2成的胚把进去呢，就敢说自己的中底是胚把。我大胆猜测一下啊 ，Pro 4的中底至少混了一半的胚把进去。但阿迪达斯还说自己是 TPE， 这绝对说明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的可怕之处就在于，相当于我让了你一手，我还不输。因为主基料确实还是 TPE， 那它和胚把相比，用汽车的发动机来做一个比喻，差不多就是 V8 对 V10。那这里又引申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差了2个气缸 ，V8 的动力却可以媲美 V10？而且在去年 EU1 推出之前 ，Adios Pro 完全是以一己之力在对抗了 Nike 的 Artfly 跟 Vaporfly 2双强大的跑鞋，还拿了那么多的冠军。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就是阿迪达斯对于材料的理解和充分的开发，那第二就是 Aniroots 碳铸科技的存在，它是做到了几乎不阻隔上下层泡棉能量的传递，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整块泡棉的能量，而不像碳板一样把中底切割开，这样一定程度的会阻碍能量的传递。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碳板跑鞋的门槛比较的高，在后程呢会反噬跑者，所以一些跑鞋为了降低门槛呢，会把碳板做的比较的软，相应的它的推进能力也会变弱。那 Aniroots 则完全不失碳板的滚动推进和到达脚趾端的弹拨性能，这就是阿迪达斯给出的一个非常均衡的中底推进解决方案。我记得在2017年 Nike 的 Vaporfly Elite 横空出世之后呢，本以为阿迪达斯呢会迅速的跟进，谁成想2019年李宁是第2家做出碳板跑鞋的鞋企，直到2020年9月，阿迪达斯才推出了自己的碳板跑鞋，也就是 Adios Pro 1代。但我能够看到的是，阿迪达斯对这种新事物更深层次的解读。那发展到现在 Aniroots 呢已经到了 2.0 的版本，更大的发挥出了这种技术的优势，抛弃了半掌设计，碳铸覆盖全掌，让前后掌的过渡连贯性更好，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因为它本身就模拟了人体的5根脚趾骨，除了不阻隔上下层泡棉的纵向滚动，横向滚动也要更加的顺畅，覆盖的跑步人群和可驾驭性远远高于碳板跑鞋。以上内容的结论就是，为什么阿迪达斯可以继续用 TPE 基料来去战斗，而且综合脚感领先的原因。OK， 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看Adios Pro 4代新的 Electric Pro 泡棉的跑动体验啊。那上面我说了，它的配方呢是有改变啊，穿起来 Pro 4的中底和 Pro 3代真的是完全不同。那首先一点 ，Pro 4中底的柔软程度啊，就远高于 Pro 3，而且这一点用手指按压就可以直接的感受到。那上脚之后，这个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回弹属性也至少比 Pro 3高出了3成。当然，这是我的感受，等它上架之后，你们去踩一下试一试。泡棉的厚度和 Pro 3是一样的，前掌呢是33毫米，后跟呢是39毫米。那 Pro 4代的后跟标识呢比 Pro 3更大，采用的是点阵形式。那这个呢科技感要更加足一点。那它跑起来之后，整个的质感是提升了一个等级。要知道，它是在一个什么级别下提升的这一个等级？中底真的不像是 TPE 那种踩下之后韧感十足，但压缩行程不长，利用的是高韧度来提高的返回速度和回弹的性能。Pro 4的中底踩下后是有明显的压缩过程，压缩行程至少是 Pro 3的1倍。泡棉充分的吸能之后，利用自身的能量迅速回弹，那这个感觉像极了胚把。而且在我全马的后程，这个中底完全没有衰减的迹象啊！你可以说我跑得慢，但跑得快的你们也可以看到啊，比如大正
最后冲刺那一刻人邪合一的状态，包括老张、大吴、东哥在后程，他们都没有感觉到有明显的衰减。在整个的42的195公里的过程之中，快它可以跟上你的速度，而且给你充分的能量；慢它又可以提供舒适的缓震，尤其是后程，它会用行动告诉你，它可以支撑你一直跑下去，你一定可以。无论你是追求自我突破，还是就是享受比赛的每一步，它都会不断的给你建立信心。然后可以看到中底前掌的内侧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外扩设计，比 Pro 3更加的突出。从正面看，它是一个角度很大的梯形，它可以加强横滚后的稳定，让发力更加的扎实。从鞋底看，这个最突出的尖角呢，它其实就是 Pro 4的起翘点。那它要比 Pro 3 65% 的起翘点呢，向后移了大概 5%， 在整个中底的 60% 的位置啊，这和 U1 是一模一样的。配合碳柱，它的滚动效率要更高。这个中底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啊，比如切割面的微调啊，更符合力承载的结构啊，足跟位置的挖槽设计呢，对于整个中底稳定态的作用。还有就是中底跟鞋面的交界区呢，做出了明显的外扩。呈这种阶梯状，作用当然还是稳定性的加强，等等这些中底的细节我就不展开了。上市后呢，你们可以慢慢的对比。那下边我们来看鞋面。鞋面是之前 Pro 3最被跑者诟病的地方啊。我没有经过系统的统计，但确实有不少的跑者都不同程度的会有被 Pro 3磨到脚的情况。那 Pro 4的解决方案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采用了轻薄的梭织鞋面，弹性呢也要更好。Pro 4一个全马下来非常的舒适。你们可以看 Pro 4的一个穿着状态啊，内外侧的鞋面和脚的贴合度真的非常的高，尤其是外侧脚的弧度和中底形成的这个线条非常的漂亮。 Pro 4的楦型有微调更加的合脚了。一个小贴士啊 ，Pro 4由于鞋仓的变化呢，有些朋友是需要选大半码的，我依然穿的是41又1/3的，但包裹明显的更好了啊，比 Pro 3更加的贴合。前面脚趾的位置呢要更加的贴近鞋头了，但对于我来说余量是够的，你们可以以我来做一个参考，然后再去根据自己的脚型呢分别选择不同的这个鞋码。当然能够去线下试一下是最好的。鞋面的内外侧可以看到这个有缝合线的位置呢，就是鞋舌的固定点。那缺点就是穿鞋呢要费一些时间，尤其是第一次，但穿脱几次之后啊，再配合鞋尾的这个三角的鞋提，很快呢你就会适应。那一旦你穿上这双鞋，那几乎就全是优点了。无论是急速的跑动、轻松跑还是日常，锁定舒适都非常的到位啊。当然根据不同的锁定需求，鞋带的松紧是有变化的。那日常的话呢，我基本都不会系，也非常的跟脚。阿迪达斯把整个这一套鞋面的设计呢叫做 Let Lock， 也不辱其名，确实又轻又能锁。外底是几乎抛弃了橡胶啊，大面积的采用了聚氨酯，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CPU 的材料啊。只在发力区呢保留了马牌的耐磨橡胶，整个外底的聚氨酯呢采用的是这种平行四边形的矩阵设计啊，视觉的科技感很强，实际的抓地能力也非常的 OK。整个北马没有任何的打滑的迹象啊，即便是进水站的施力啊，对柏油的控制也依然到位。耐磨给你们看一下啊，这是我一个全马加上50公里的路测啊，一共是接近100公里的外底的一个磨损的情况。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磨损，虽然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省鞋的人，但这几乎零磨损，连最容易磨平的足跟外侧啊，看了吗？这些小颗粒都依然的健在，这一点确实让我非常的吃惊。以上呢就是 Pro 4相对于 Pro 3的一些升级和从 Pro 1、Pro 2、Pro 3到 Pro 4的迭代关系。那下边呢，我想聊一下 Pro 4和U1 的关系，或者说 U1 对于 Pro 4的影响。9月17日，我在线上呢与阿迪达斯的鞋类发展总监 Harry Miles 和 Pro 4的产品经理 Sam 一起聊了一些关于 Pro 4的设计理念和研发过程的问题。
Sam 呢，其实也是我的老朋友了。之前呢，我们就一起聊过 Takumi Sen 10。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呢，我问 Sam， 在 Pro 4的设计上呢，有没有 EU1 带来的启发？那他的回答呢，也非常的肯定。EU1 对于 Pro 4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正是因为有了 EU1 的诞生，才可以在 Pro 4上做出了如此大的改变和升级。那下边呢，我就来说一下 EU1 和 Pro 4的相似地方。那首先就是理念啊，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 EU1 的能量呢，大家也都有目共睹。除了直观上的破纪录和冠军，对于市场来说，直接带动了国产百克内的竞争，把市场和跑者对于产品的认知直接快进了3年。那换句话说，其实 EU1 本应该是3年后的产品，阿迪达斯提前把这条大鲶鱼投放到了池塘之中。EU1 对于市场影响和性能的表现，可以看我去年一系列的 EU1 的视频，这里呢我就不赘述了。下边是具体的 EU1 的技术投放到 Pro 4的鞋身之上。那第一点呢，就是中底。那 Pro 4中底无论是整个的造型，还是内外切割的这个受力结构啊，包括从鞋底看上去，都和 EVO1 要更加的接近。就像上面说的，起翘点也和 EVO1 是一模一样的，在鞋身60%的位置。比较标志性的呢，就是前掌外侧的这条大的切面啊，两双鞋都有，看到了吧？这个呢，就是阿迪达斯对于跑步运动更加细致的观察和更深层的理解啊，因为这是一双竞速跑鞋，力转换啊会很快。那即便是我们前掌落地，第一触地点呢，也会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第5指骨粗隆啊。然后我们从这个位置会迅速横滚，向鞋前方发力，到马牌橡胶的位置蹬地发力。我们从鞋的正面看上去啊，整个中底啊是向内的一个趋势，看到了吗？就是它从这儿向里，然后整个向内的这个泡棉呢也会有突出的设计，整个是向内的一个趋势。Pro 3也是有这个特点的，但是没有这么突出。那这个特点呢和 EU1 是如出一辙的，非常符合我们蹬地发力时内侧发力更大的原则，带来更好的支撑结构，所以外侧的这一条几乎不会有发力和辅助滚动作用的材料呢，通通砍掉。当然，敢这么砍也是基于了它背后强大的研发团队。那第二点就是更加简洁的鞋面啊，没有 Pro 3繁琐的锁定设计了，完全利用楦型和鞋面材料自身的性能。明显的可以看到 Pro 4鞋带的控制面积缩短了，和 EU1 一样，采用了轻质麂皮热压后强化鞋带孔。鞋舌上的衬垫呢，也来自于 EU1， 又好看又减缓了脚背的压迫。鞋领几乎就是把 EU1 的设计呢直接搬过来，和 Pro 3最大的区别就是包裹内衬泡棉的材料不再是猫舌布，而采用了更加柔软轻质舒适的麂皮。为什么能用麂皮了？是因为整个鞋面的包裹上来了，不用猫舌布再进一步的加强锁定。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大点的突破之后，其他辅助的小点而随之更加的优化。最后一点呢，就是鞋重。那当然 Pro 4呢不可能像 EU1 这样做的这么的极致啊，但 Syma Adios Pro 4代呢也做到了187克，上脚后鞋脚一体性很好。OK 啊，上面呢我对这双 Pro 4介绍的呢够详细了。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真的觉得阿迪达斯呢用 Adios Pro 4给整个市场啊又上了一课。那这课的名字就叫什么是一双好鞋。在这一刻，我仿佛看到了阿道夫·达斯勒先生手握着 Pro 4微笑的样子。那这双鞋，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是他精神的延续。那现在的市场上，每个品牌都可以说有自己的特点啊。举两个例子，亚瑟士的 Metaspeed、Sky 跟 Edge， 它们有着偏硬弹的脚感和更加细腻的鞋款分工。那 Nike 的 Alphafly 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跑鞋。那同时 Nike 呢也开创了厚底碳板跑鞋这个品类。但这2年我们有目共睹的，无论是产品力还是品牌的精神面貌，都在向下走。那当然，这么庞大的列车虽然在减速，但它的惯性还是很强的。那我还是希望新上来的 CEO 呢，能够给这个品牌带来一些新的改变。那我不一一列举了。那这里呢也包括国产，确实加速了。产品力上来了，品牌力呢也有提升，但什么是一双好鞋？
确实还值得我们去深思。至少在2024年 Adios Pro 4代是一双集大成的跑鞋，它把碳板竞速跑鞋平衡性的天花板再次推高。我能够预测的未来的2年内也就是2025跟2026年是属于 Adios Pro 4代的，除非2年内有新的化工材料的引入，否则在这2年 Pro 4会一直保持住它的巅峰状态。最后呢，我想聊一聊关于美好。那 Pro 4是美好的 ，EU1 是美好的 ，Vapefly Elite 是美好的，龙雀是美好的 ，Color Bomb Streak LS 是美好的 ，G9 也是美好的。那这里你可能会说了，那这些美好都这么贵啊？那我想问一句，难道追求这些美好不需要付出代价吗？这就特别像是你在追求一位女孩子，也许在这一刻你还不能拥她入怀，但她让你知道什么是美好，在你的未来之路上，你就会一直追求着这种美好，你会不断努力，不断的接近，最终拥有它。在这一刻，你就变成了美好。但我们也一定要记住那些曾经和现在的美好，正是他们给了我们动力，也正是这些美好在推动着我们这个世界的运转。我希望未来你我之间这些美好东西越来越多。好了，那这期的 Max Report 跑鞋大报告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